艾琳被推进执行室，执行了注射死刑。2002年10月9日9点47分，艾琳被宣告死亡。命运多舛的她一生才画下句点。由她故事改编成的电影、小说却将她的故事传遍世界。艾琳·沃尔诺斯，英语 Eileen Carol Wuornosnabb， 出生在1956年2月29日，密西根州，身高仅160公分，体型矮胖结实，有着一头乱发。她母亲戴安·沃诺斯 Diane Wuornos 在14岁那年就嫁给了艾琳的父亲曼利奥·皮特曼 Leo Pittman。戴安娜15岁那年产下一子基斯，16岁那年产下艾琳。但就在艾琳出生的前2个月，戴安娜与里奥离婚，而且艾琳出生时里奥还在坐牢，因此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利奥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是因为针对儿童的性侵而被捕入狱。1969年，利奥在监狱中上吊自杀。艾琳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破碎的家庭，她和哥哥在幼年时就遭母亲遗弃，父亲则对儿童的性侵而被捕入狱，最后由外祖父母照顾他们兄妹。然而艾琳并不知道的是，她的悲剧人生才刚刚开始。她外公外婆就是2个酒鬼，常常虐待兄妹俩，比如强迫艾琳躺在床上或者趴在桌子上，脱光衣服后用皮带抽他们。他们试图让2个外孙认为自己才是他们的亲父母。艾琳12岁那年才发现了他们只是自己的外公外婆。随后兄妹俩开始反抗外公外婆的管教，但越是反抗，他们就被揍得越狠。没有正确的教导，加上外公外婆本身就是酒鬼，这对兄妹开始走上了非常离谱的人生道路。11岁那年，外公在一次酒后性侵了艾琳，种种打击、凌辱强化了艾琳反叛的情绪。她开始在学校里用性换取食物、香烟甚至毒品。在家里，她甚至和她哥哥有性关系。14岁那年，她怀孕了，孩子他爸是外公牢里的朋友，因未婚怀孕被送进感化院，孩子生下不久就被送走领养。同年，她的酒鬼外婆死于肝功能衰竭。也与此同时，她被外公威胁赶出家门。这时艾琳的母亲再度出现，希望把她跟哥哥接去同住，但她并不领情，开始逃学，离家出走。最后几乎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走上了卖淫这条路，数年漂泊下来，艾琳最终在佛罗里达州的戴通纳海滩安顿下来。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客人多，尤其是那群穿着皮衣、骑着哈雷、蓄胡子的，很喜欢到这里度假。艾琳在此期间吸毒、酗酒、飙车、持枪斗殴、卖淫，各种你想得到的乱七八糟的事都做了。18岁那年，艾琳就曾因为酒驾、用手枪朝车外开枪而第一次坐牢。艾琳当年尚有几分姿色。1976年，她搭车去佛州，在戴通纳海滩遇到了时年69岁的游艇俱乐部富翁路易士·菲尔 （Louis Gratzfeld） 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76年订婚。菲尔是个名人，订婚的消息甚至还上了当地报纸的社会版头条。艾琳如果好好安定下来，也算是麻雀变凤凰，如今也是妥妥游艇俱乐部的老板娘。但本性难改，结婚之后的她依然我行我素的鬼混，灵魂里不安定的基因躁动，驱使着她参与暴走天使的帮派斗殴，在酒吧里扰乱治安，屡屡进警局。有一次，艾琳还用手杖追着菲尔打，忍无可忍的路易斯·菲尔直接宣布与艾琳离婚。据路易斯·菲尔宣称，艾琳挥金如土，并有暴力倾向，如果无法满足他对金钱的需求，就会被他拿瓶子猛砸。因此，这场短命的婚姻就在艾琳的暴力下结束了。1976年7月17日，艾琳的哥哥基斯因食道癌死亡，外公也自杀身亡。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孤独感袭击住艾琳。艾琳没有家人，艾琳吸毒、酗酒，光靠卖淫所得无法维持生计，她开始抢劫。1981年5月，艾琳持枪抢劫了一家便利店，抢了35美元和2包烟，但隔年被抓，然后1983年6月被假释。1984年，艾琳又在一家银行使用伪造支票被捕。1985年，她涉嫌盗枪被捕。1986年，她涉嫌盗窃汽车、妨碍司法被捕。1987年，她又在酒吧斗殴伤人被捕。
1988年，他有被指控袭击公车司机被捕。1981到1988年间犯的这些都是小偷小抢鸡狗之事，即便是判刑也不过1到2年，实际上服刑几个月之后就能假释出来。真正让艾琳变成连续杀手抢劫犯，是因为她遇到了真爱。有天她到同志酒吧，在那里遇见了她的真命天女，24岁的蒂瑞亚·摩尔 （Tyrion Moore）。卖淫的工作和过去的经验让她对男性相当厌恶。蒂瑞亚给了她最需要的爱，两人迅速陷入热恋同居。为了追求与蒂瑞亚的未来，艾琳心甘情愿地用自己出卖肉体赚来的钱养活妻子，但是她的行情并不好，收入时好时坏，极不稳定。最后她开始枪杀客人，抢走他们的钱财和车子。艾琳是如此合理化自己的行为的。她说，这是一个人杀人的世界，人类为了政治，为了宗教，每天都在杀人，而他们还被奉为英雄。艾琳的连环杀人是从1989年开始的，按照艾琳自己的说法，都是对方试图性侵而自卫杀人，但死人是不会说话的，所以我们也只能从艾琳提供的证词说中了解案发过程。第一个死者是51岁电子产品商店的老板理查德·马洛里 Richard Mallory。1989年11月30日，艾琳坐上了理查的车。14天后，沃卢西亚县的一名警员在距离他废弃的汽车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是左肺被2发点22子弹击中。艾琳证词说，他上车后被理查绑在方向盘上殴打，并试图对他非礼。随后，艾琳拼命从自己包里拿出了点22手枪朝他开枪。警方在调查后发现理查有强奸案底。这次以后，艾琳发现了新的赚钱方式，这样抢劫来的钱财比卖淫还多。1990年5月，43岁的建筑工人大卫·斯皮尔斯 David Spears 的裸体于局限被发现，他的躯干中了6枪。1990年5月，40岁的牛仔马术运动员查理斯·卡斯卡登 Charles Carscaden 被杀，尸体上有9个点22弹孔，而且尸体被发现时还裹着电热毯，腐烂得很严重。1990年6月，65岁的退休船员彼得·西姆斯 Peter Sim 被杀，但尸体一直没被找到。但在他废弃的车把手上找到了艾琳的血手印。1990年7月，50岁的销售员 True Birth，8月初的时候，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身上有2个弹孔。1990年9月，56岁的退役空军少校前警察局长查尔斯·迪克·汉弗莱斯 Charles Dick Humphreys 被杀，头部和躯干均有弹孔。1990年内11月，62岁的卡车司机沃尔特·安东尼奥 Walter Antonio 被杀，被发现时身上有4个弹孔。艾琳的智商不高，后来经测试只有81。作案的手法很粗糙，也不善于隐匿踪迹，甚至有一次在杀人窃车后还出了交通事故。再加上艾琳以前就是个警局常客，指纹流荡很多。1989到1990年期间杀死了7名男子，这些受害者大多在50岁以上，都是身中数枪而死。其中直接导致艾琳被捕的是彼得·西姆斯 Peter Sim 被害案。有证人看见艾琳开走了被害人的车子，警方在现场找到的指纹也和他留在犯罪记录中的样本一致。他随即于1991年1月9日免在一家酒吧里被逮捕，但他坚称西姆斯企图强奸自己，他只是正当防卫。1992年1月14日，艾琳被判处死刑。在接下来的10年中，律师数次以边缘型人格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病、童年时期的阴影等理由试图改判。确实，在精神评估上，艾琳已经达到了精神病标准，但10年关下来，艾琳或许自己已经不想继续了。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她杀人是为了自卫，但自己已经在死囚监房里待了10年，不想再耗下去了，死也是一种解脱。2001年，艾琳在法庭上朝法官挥手，因为她已经接受了死刑的命运，并且还有点期待。2002年10月9日上午9点半，艾琳被推进执行室，注射了麻醉剂、激松剂和氯化钾。9点47分，艾琳被宣告死亡。她在行刑前拒绝了最后一顿饭，只是要了一杯咖啡。她多舛的一生才画下句点。据了解，每次艾琳杀人后，都会兴冲冲地向蒂瑞亚报告细节得来的收获。
而警方也曾怀疑这7宗杀人案和2名女性有关。然而，当警方循线查获艾琳与蒂瑞亚时，艾琳从头到尾都不愿供出亲密爱人，坚称是自己犯下所有杀人罪行。反倒是蒂瑞亚在警方劝说下，说出了许多不利于艾琳的证供。艾琳被捕后一心求死，她曾在2001年7月表示：“我杀了那些男人，像冰块般冷血地洗劫他们，而且我还会这么，实在没有必要原谅我，或是继续让我活下去，这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已。”细数艾琳一生会有这样的结果，好像也不难理解。扭曲的家庭环境，变态的家庭成员，基因的躁动很难让一个人正常，唯独在爱人蒂瑞亚面前，艾琳的爱才是最纯粹的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分享，下期再见。